谷歌翻译不能用了，但我一点也不慌。2022年10月13日，你知道吗？谷歌翻译退出中国了。当我这样告诉朋友时，只收获了他们有些嫌弃的目光，这都2周前的老新闻了，你怎么才知道？而我，直到2024年了，才发现这一点，我感到无比尴尬，因为平时用手机里自带的翻译，微信也能进行翻译。早年间能用的网页插件，谷歌翻译也一直正常使用，所以从来没意识到2022年10月谷歌翻译退出中国不能用了。中国现在需要修改后存件才能使用谷歌翻译。我笑着掩饰尴尬，作为一个经常需要翻译功能的人，连如此行业大头退出市场都不知道，确实有些不太合理。如今，谷歌翻译的网页只能跳转到谷歌首页。谷歌开发的 Chrome 浏览器取消了翻译功能，谷歌翻译 APP 也彻底不能联网使用了，甚至翻译不出一个苹果。谷歌官方表示，翻译功能退出中国是因为使用率低，这倒解释了我对这件事后知后觉的原因，毕竟我有更多、更好的选择。曾经的谷歌特色，如今的全民标配。试问，哪个80、90后没有用过谷歌翻译学习英语？多年前，我也是谷歌翻译的忠实用户，也曾被它通过相机翻译菜单、路牌的功能所震撼。现在想想，除了对着照片翻译，谷歌翻译的对话翻译和准确性，也是我当年选择它的理由。没错，当年，因为这几个让我动心的亮点，早已成为了翻译 APP 的标配。现在我常用的翻译 APP 有网易有道词典、腾讯翻译君和 iPhone 自带的翻译 APP 也都有使用。腾讯翻译君主要用小程序，在微信聊天时图方便。iPhone 自带的翻译主要用于单词翻译。在这里，就用网易有道词典为主，来展示下如今翻译 APP 的魅力吧。更会玩的拍照翻译，首先就是谷歌的拍照翻译功能。只需在 APP 中打开相机，就能识别屏幕中出现的外文并进行翻译，也可以从相册中选择图片翻译，便捷实用。而这一功能，通过网易有道词典也能实现。如果只是如此，那并不能让我放弃谷歌翻译，但网易有道词典将拍照翻译这件事，可谓是玩出了花。拍摄一页英文 ，APP 就会框选所有单词，并标注出重点词汇，点击任意单词就能查阅释义和发音，或者更进一步，在牛津词典、柯林斯双语词典、韦氏国际英语词典等专业授权词书中查阅单词的详细解读、例句，并记录下你的学习笔记。阅读英文时，大多情况下我只是有个别几个单词不认识，网易有道词典也能化身词典笔，不用全文翻译。哪个单词不认识，将摄像头对准它就能知道意思。即使是最基础的拍张照片翻译图片中的文本，你也可以通过涂抹、取词等方式，更加高效准确地完成翻译工作。有的人翻译是为了知道含义，有的人则是为了学习提高。有时我只需要知道路边一个单词的意思，有时却需要在褶皱的书页中找到我需要的那句话。有道词典的这些功能并不是为了不同强行创造需求，而是在综合了大家的使用场景后，不断精进迭代的结果。谷歌翻译确实解决了基础的拍照翻译场景，但它只适合平整界面上的内容翻译。当你看到手机屏幕上翻译的文本不断跳动改变，无法显示准确含义时，就会知道网易有道词典涂抹取词的设计是多么的巧妙了。当然了，一般拍照翻译，你也可以用腾讯翻译君小程序实现，同样很好用。更有对话感的对话翻译，除过拍照翻译，谷歌的对话功能我也很常用，点击首页中间的话头，就能实现对话翻译了。谷歌提供了超过70种语言的对话翻译，在语种支持方面，谷歌确实有国际大厂的风范。不过，谷歌的对话功能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识别率。在使用双语翻译时，它虽然能同时聆听2种语言，但似乎判断不清该在何处停止识别。
反应总是慢半拍，再加上界面比较传统或者说老旧，互译时总找不到自己说的那句话。作为对比，同样是国外厂商，苹果的翻译 APP 都知道对话时通过对话形式来区分说话对象，苹果翻译会用界面来提示对话者，而网易有道词典的对话翻译会让你深刻感受到什么叫优秀的本地化。有道词典也会将对话的双方分列在界面两侧，如同聊天软件一般，方便用户查看，历史信息也一目了然。谷歌翻译除了老旧的翻译界面，对话历史也像真的对话那样，像是在网络中，不知道你刚刚说什么这句话，是不是谷歌翻译最多的一句话？总的来说，有道词典的对话翻译功能更加符合对话的逻辑。去年，有道词典的对话翻译功能还只是支持了常用的中英日韩、粤语文言等超过40种语言及语言分支，如今已经有65种了。如果是直接翻译，更是达到了109种。国际大厂的风范，有道也有。同时，有道还能实现中英、日、韩、法、俄、德、西班牙、越南、泰等11种语言及语言分支的自动检测。如果你进行这些语言的互译，不用切换按钮，只需点击下方的话筒就可以直接进行对话。中英文可以自动识别，沃尔都语小语种则需要点击对应按键。另外，作为一款全面的英文学习 APP， 有道词典在对话翻译上同样支持更多操作，编辑、收藏、分享、复制，哪怕是对话翻译，网易也希望你能学到更多。呆板的界面，缓慢的速度，当然如今已经不能用了。谷歌翻译确实需要更进一步，翻译中文需要更懂中文的人。当然，好看的皮囊要有精致的灵魂，翻译最重要的还是准确和专业。其实经常进行多语种翻译的朋友应该也知道，或许是中文的博大精深，让翻译专业的谷歌在中对外领域远近闻名的一言难尽。日常翻译几款 APP 都能胜任，想要对比它们的差异，还得从一些特殊的场合入手。在这里，我就用几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他们的实力。首先就是在办公室里最常见的中英混杂，比如这个 case 很重要，你来 follow 一下。我先尝试了3款翻译软件的对话翻译功能，不得不说，苹果翻译错的着实离谱，即使我说的再慢也无法正确识别，而网易有道词典和谷歌翻译都可以准确识别。好在手动输入后，苹果翻译终于得出了正确答案。其次就是网络用语，今天 YYDS， 明天绝绝子，我们不评判这些说法的对错，但至少遇到时，我们要有办法翻译沟通。上面2张图，分别是有道网易词典、苹果翻译和谷歌翻译，翻译结果显而易见。不得不说，中文翻译这方面，还得靠懂中文的人，不仅懂中文，还懂中文互联网。最后，则是最特殊的专业词汇，比如 continuous fever， 这是一种临床常见的发烧症状，指体温上升，并持续维持在39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高水平，并达数天或数周，中文专用名词是肌瘤热。我们尝试用几款翻译软件翻译这个词语，同样只有网易有道词典做出了最准确的翻译，其他翻译 APP 的结果都只有持续发烧。使用桌面端方便截图展示。当然，上述例子只是日常翻译的冰山一角，中文的特殊性让翻译不能只看本意，油管可以是书油管，也可以是流媒体网站，类似可以用来评价布料，也可以称赞队友操作。相比识别率低、操作繁琐的谷歌翻译，功能简陋、支持语言较少的苹果翻译，在翻译的专业性和准确性上，我还是更愿意相信有道网易词典一些，毕竟它确实很好用，有道的网络释义解决了不少问题。从手机 APP 到桌面端，翻译也有生产力。我彻底放弃谷歌翻译，其实是今年的事，因为桌面端还是谷歌翻译更顺手一些。
但今年年中，网易正式上线了桌面翻译软件网易有道词典9，从文档翻译、图片翻译到音频翻译、网页翻译，足够专业，也足够好用。在电脑上，我最常用的翻译场景有2个，一个是网页翻译，一个是文档翻译。一般来说，网页翻译靠 Chrome 浏览器自带的翻译插件，文档翻译则靠复制粘贴。而这2个场景，网易有道词典9都有不错的解决方案。首先是网页翻译，偶尔遇到不认识的单词，只需将鼠标指针放在单词上，有道词典就会显示出含义，体验几乎没有延迟。如果遇到大段文本看不明白，也可以通过快捷键截图翻译，除了常规的复制分享，还能把翻译后的文本钉在屏幕上，方便对照学习。同时，网易有道词典9还提供了丰富的离线数据库，如果你是学生，或者像我一样需要经常外出办公，下载离线语音包，不用网络也能学习办公。这个体验让我回忆起流量还很宝贵的年代，用有道词典 APP 背单词的日子，离线资源包真是我最喜欢的功能。注意，上述功能与谷歌翻译或者 Chrome 浏览器的翻译功能不同，并不仅限于浏览器，你可以在系统的任何位置进行取词、截图、翻译、分享，大大增加了翻译功能的使用场景。为了多设备同步信息，我是 Safari 浏览器的重度用户，有道词典9在一定程度上让我摆脱了 Chrome 浏览器的束缚，工作更加自如，甚至也敢把系统彻底设定成英文，也不担心出现设备异常时看不懂系统提示，毕竟我有道词典这么一个全局可用的翻译助手，本地文档也能翻译。虽然已经毕业多年，但因工作偶尔也有论文查阅需求，网易有道词典9在论文阅读方面的体验，用4个字来形容，就是超出预期。首先，网易有道词典9竟然与 ReadPaper、Aminer 等顶尖机构深度合作，内置了论文检索功能，覆盖40种以上专业领域，3亿文献资料，支持多种检索方式。网易有道词典9不仅能搜能看，还能直接下载阅读，而最让我惊讶的还是翻译，只需将文档拖入软件，就可以在保留原文排版的同时，完成内容翻译，对照查看非常方便。手机 APP 中作文批改的功能也加入了桌面端，可以智能识别并修改常见的200种常见错误，学术交流无需大费周章。最主要的是，只要验证了大学生身份，就可以不限字数的使用论文翻译功能。作为毕业老鸟，真的是羡慕极了。扫描左下角2维码就可以认证。网易有道词典9保持了有道词典翻译一贯的准确，什么牛津、维氏等专业版权词典的收录，超过100种语言的互译都是标准操作，而基于有道神经网络翻译的准确性，更不用多说，在这里放上2段翻译对比，大家自行判断吧。突然发现，桌面端的体验部分完全忘记对比谷歌翻译的功能了。但看到这里的你，觉着还需要对比吗？从我个人体验来说，网易有道词典9并没有像手机翻译 APP 那样广铺功能，而是抓住了桌面端翻译的2大痛点，页面翻译和学术翻译。学生也好，上班族也罢，网易有道词典9确实是一款桌面翻译神器。如果你登录网易有道词典的网页，就会看到史上最强大的桌面翻译软件，这句略显嚣张的宣传语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人家确实是。使用率低，谷歌诚不欺我。今年6月 Kindle 宣布退出大陆市场，在老用户的遗憾声中，我们听到的更多是早就用国产阅读器了的声音。回到翻译类 APP 上，早在2020年，有道词典官方宣布用户突破5亿。同年第三方调研机构艾瑞数据显示，有道词典在词典翻译类 APP 的市占率超过 70%， 如今更是超过9亿累计用户，月活超过1亿。不是没有人用翻译类 APP， 只是大家选择了更好的那一个。
谷歌以使用力低为由退出中国市场，我是相信的。不论是从翻译精准度、速度等体验专业翻译实力的地方，还是画字翻译、论文对比等符合国人使用习惯的操作里，都可以看到网易有道词典最大的特点。懂中国人。以网易有道词典9的论文翻译为例，从检索翻译到写作修改，可谓是一站式的解决了学术场景的翻译需求。这样的本地化体验，只有国内的翻译 APP 才给得到。谷歌翻译退出中国市场可惜吗？我觉着可惜，因为我希望看到谷歌翻译在翻译 APP 的内卷中拿出更出色的翻译解决方案，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体验。那谷歌翻译退出中国市场遗憾吗？我并不遗憾。不论是网易有道词典，还是其他翻译 APP， 都在用更高质量的品质和与用户更友善高效的沟通，为我们提供着更便捷、更多元、更符合场景的翻译体验。不论谷歌翻译是否退出中国市场，广大中国用户的翻译需求都有更好的选择。